我朋友的女儿才5岁，你猜她现在每星期要上几个班？5岁能上什么班？学画画？英语班、编程班、钢琴班，3个都在上。她妈妈还在纠结要不要再报个游泳。5岁孩子的日程表比我这个成年人还满。对，我朋友说，不是他想逼孩子，是身边所有家长都在这么做，他不这么做好像就吃亏了。光是听着就觉得累。5岁的小孩连玩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吧？是啊，他自己都说，有时候看着孩子这么忙，比自己上班还心疼，但又停不下来。这种别人都在拼，你不拼就落后的感觉，中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内卷。我是小陈，我是小雨，这一期咱们就聊聊内卷，还有他的好朋友躺平。内卷说的就是大家都在拼命努力，但结果并没有变好，反而大家都更累了。就像刚才说的5岁小孩，别的孩子都报班，你不报，好像就吃亏，结果所有孩子都更累，但其实没有谁真的赢了。这种情况中文里都可以叫内卷，简称卷。先说说学生的内卷，以前可能考70-80分就不错了，现在呢？现在很多学校考90分都不算什么，因为全班基本都考90分以上。对，大家都在拼命刷题、上补习班，付出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但每个人的排名基本没变。因为大家都在拼，相对位置基本没变，只是所有人都更累，睡得更少了。我们学一句形容这种情况，可以说：现在上学太卷了，大家都在拼命补课。现在上学太卷了，大家都在拼命补课。现在上学太卷了，大家都在拼命补课。卷在这里是动词，太卷了，说的就是竞争特别激烈的意思。学生卷完了，工作也逃不掉，上班一样卷。比如说，本来6点就能下班，但因为同事都不走，都在办公室加班，你也不好意思提前走。结果呢，工作量其实没变多，但大家都待到很晚，这就是职场里的内卷。我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叫表演式加班，人坐在工位上，但其实没干什么活，就是不想第一个走。对，因为在有的公司，谁先走可能会被觉得不够拼，所以大家宁愿耗着。我们学一句，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说：你先下班吧，我再卷一会儿。你先下班吧，我再卷一会儿。你先下班吧，我再卷一会儿。这句话半开玩笑，意思是我再多待一会儿，装装样子。中国年轻人经常这么自嘲。找工作的时候也一样卷，我表弟刚毕业投简历，看得我都替他累。怎么个卷法？以前一个岗位可能几十个人投，现在动不动就是好几百个人投同一个岗位，学历要求也一年比一年高。结果就是明明是同样的岗位，同样的工资，大家的简历却越做越漂亮，学历越垫越高，机会并没有变多。我们学一句形容找工作卷，可以说：现在找工作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好几百人投简历。现在找工作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好几百人投简历。现在找工作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好几百人投简历。除了普通找工作，考公务员也是特别卷的一个赛道。对，现在考公务员，一个岗位经常好几千人报名，笔试面试都刷了好几轮，比高考竞争还激烈。大家都觉得公务员工作稳定，结果所有人都往这个方向挤，分数线跟着水涨船高，考上的难度一年比一年大。我们学一句形容这种竞争，可以说：考公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几千人报名。考公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几千人报名。考公太卷了，一个岗位几千人报名。对了，内卷还出现在特别小的生活场景里，比如小区抢车位。这个我懂，我们小区晚上回家晚了，车位比车少，抢车位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。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占个好位置，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很久回来等，谁也没轻松多少。对这种大家一起加码，结果谁都没占到便宜的情况，就是特别典型的内卷。
哪怕是抢个车位。健身房也是，你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是不是也感觉到卷？太卷了，我健身房里好多人都请了私教，练得特别猛，我一个人拿哑铃都不好意思。大家都想练得更好看，结果就是标准越来越高。你不请私教，不练到很晚，都感觉自己不够努力。我们学一句，健身房里也能用这句话：大家练得太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偷懒。大家练得太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偷懒。大家练得太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偷懒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很多去健身房的朋友都会会心一笑。内卷还有一个特别现代的例子，就是短视频和自媒体。这个我也感觉到了，现在刷视频好像什么都要做得特别夸张才能被看到。对，以前发个日常视频可能就有人看，现在大家为了博眼球，标题越写越夸张，内容也越做越极端。结果呢，大家花的精力越来越多，但整体流量并没有变多，只是门槛越来越高。这也是很典型的内卷，每个人都在拼命卷内容，最后卷得所有人都很累。我们学一句形容这种情况，可以说：现在做自媒体太卷了，随便一个视频都得下功夫。现在做自媒体太卷了，随便一个视频都得下功夫。现在做自媒体太卷了，随便一个视频都得下功夫。这句话现在做内容的朋友们几乎人人都说过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，就是网红店排队。这个我太有感触了。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奶茶店，排队排了2个小时，就为了拍张照发朋友圈。明明旁边就有别的奶茶店，完全不用排队，但大家还是宁愿排2个小时，也要去那家网红店。这也是内卷，大家都想去打卡最火的地方，结果就是排队的人越来越多，体验反而越来越差。我们学一句形容排队排到崩溃，可以说：排队排太久了，我都要放弃了。排队排太久了，我都要放弃了。排队排太久了，我都要放弃了。这句话很多去网红店打卡的朋友都真的说过。内卷还出现在相亲市场上，条件也是越来越高。以前可能有房有工作就不错了，现在很多人还要求有车、学历高，家里条件也得过得去。大家都在网上加条件，结果谁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，卷来卷去反而更难成了。那要是2个人条件都不算特别高，但是很合得来，是不是也不容易被大家看好？对，这也是内卷不太好的一面，大家太看重条件，反而容易忽略2个人合不合适这件事本身。我们学最后一句关于内卷的短语，形容这种攀比可以说：相亲市场太卷了，条件一年比一年高。相亲市场太卷了，条件一年比一年高。相亲市场太卷了，条件一年比一年高。这句话很多单身的朋友说起来都特别有共鸣。卷了这么多年，慢慢的有一群人开始说我不卷了。不卷了，那怎么办？就出现了内卷的好朋友，叫躺平。字面意思就是躺下来，不站着也不跑了。换成生活里的意思就是不追了，不想再拼命竞争，工作过得去就行，房子车子这些也不强求了。具体是什么样呢？比如说，有的年轻人不着急买房，也不着急结婚生孩子。工作上也是，升职加薪这些事不是特别在意，只要工资够花，日子过得舒服就行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反正怎么拼都很难卷赢，那还不如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我们学一句形容这种态度，可以说：反正卷不赢，那我选择躺平。反正卷不赢，那我选择躺平。反正卷不赢，那我选择躺平。这句话现在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，半是无奈，半是自嘲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公司让他周末义务加班，他直接说不去，同事都替他捏把汗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也没事，他说反正加班也不给钱，升职也轮不到我，那我不如按时下班，多睡会儿觉。
这也是一种躺平，不是不干活，是不再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事情拼命了。我们再学一句，拒绝不合理加班的时候，可以说：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周末我有事，去不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周末我有事，去不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周末我有事，去不了。这句话说的客气，但态度很清楚，是很多躺平的年轻人现在常用的说法。躺平这种心态也慢慢影响到大家花钱的方式，比如现在很流行消费降级。消费降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以前愿意买贵一点、牌子响一点的东西，现在很多人会想够用就好，没必要多花钱。比如说，以前可能觉得一定要买名牌衣服、包包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些钱不如攒着，花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。这也是躺平的一种延伸，不是不消费了，是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去追那些不一定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学一句形容这种消费态度，可以说：能不买就不买，够用就行，不追牌子了。能不买就不买，够用就行，不追牌子了。能不买就不买，够用就行，不追牌子了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很多躺平的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到自己心坎里了。不过，躺平这个词也有一些争议，你猜猜是什么？争议？有的长辈会觉得年轻人是不是太懒了，什么都不想努力，一点都不拼。但很多年轻人自己不这么想，他们觉得不是不努力，是发现拼了也很难有更好的结果，索性先照顾好自己。所以，躺平更像是一种我不陪你卷了的态度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干。对了，这种躺平的感觉，其实很多国家的年轻人也有。你听说过英语里的 quiet quitting 吗？听说过，那个词好像这几年在国外特别火，说的是表面上还在工作，但不再多付出一点。对，意思特别接近，都是不辞职，但也不再拼命卷了，只做分内的事，不主动加班加码。所以你可以把躺平理解成中国版的 quiet quitting， 虽然文化背景不一样，但年轻人的心情是相通的。看来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卷得太累了，大家想的办法都差不多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更极端的词叫摆烂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摆烂比躺平还彻底，意思是干脆放弃努力，事情已经不好了，那就随它更烂下去，不管了。比如说一件事已经做得不太顺利，与其硬撑着补救，不如直接说算了，摆烂吧，不再费劲了。我们学一句遇到实在没法挽回的事，可以说算了，摆烂吧，随他去吧。算了，摆烂吧，随他去吧。算了，摆烂吧，随他去吧。这句话现在年轻人很爱用，带点自嘲，也带点幽默，不是真的完全不管事了。摆烂这个词用在日常生活里也特别多，比如房间乱了，很多人干脆就不收拾了。太真实了，衣服堆在椅子上，东西到处都是。本来想着周末收拾，结果周末也懒得动。心里想着，反正已经乱成这样了，收拾一点意义也不大，不如直接躺着刷手机，随他去吧。这种小小的生活摆烂其实挺常见的，很多人偶尔这样放松一下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好，就是别让偶尔的摆烂变成一直摆烂，那样日子会越过越乱。说到躺平和摆烂，其实这2年还出现了一个反方向的词，叫整顿职场。整顿职场听起来跟躺平不太一样。对，躺平是不争了，退到一边，整顿职场是反过来，年轻人开始直接说不，公开反对不合理的要求。比如说，公司要求周末义务加班，以前可能大家忍着，现在有人会直接拒绝，甚至当场提出这不合理。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有员工被要求做分外的事，直接回一句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还被大家当成勇敢的代表。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躺平和摆烂是消极的退出，整顿职场是更积极的站出来，
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。我们学最后一句，遇到不合理的要求，可以直接说，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我没办法做。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我没办法做。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我没办法做。这句话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用，说的直接又礼貌，也是整顿职场很典型的一句话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觉得你自己更像内卷型的人，还是躺平型的人？说实话，我可能是卷不动，但也躺不平，介于中间，偶尔卷一下，累了就躺一会儿。这个说法很真实，我觉得我身边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样，不是纯粹的一种状态。对，其实这几个词也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人是这一阵子卷一下，那一阵子躺一下，找个自己能接受的节奏。挺好的，了解了这几个词，不是让你一定要选一边站，而是让你能听懂大家在聊什么。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几个词的区别。内卷是大家都在拼命竞争，但整体结果没变好，反而更累。躺平是，我不陪你卷了，追求一个过得去、舒服的生活。摆烂是比躺平更彻底，干脆不管了，随他去。整顿职场是不退出，而是站出来直接反对不合理的要求。对了，这几个词现在也不只是中国年轻人在用，我看到国外的新闻也报道过。对，很多国外媒体在讲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时，都直接用拼音聂捐和躺平都不翻译了。说明这种拼命竞争但没变好，于是选择退一步的感觉，好像哪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能懂。好，我们来做几个小练习，我说一个场景，你想想该用哪个词。可以，你说。全班同学都在拼命刷题，考90分都不算高分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内卷，大家都在拼命，但排名其实没怎么变。答对了。第二个场景，一个人觉得升职加薪太难，索性不追求了，工作过得去就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躺平，不是不干活，是不想再拼命竞争了。完全正确。第三个场景，一件事已经搞砸了，这个人干脆不管了，说随他去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摆烂，比躺平更彻底，干脆放弃挽回了。再来一个，小区车位不够，大家都提前很久回家占位置，谁都没轻松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内卷，一件小事上大家一起卷，结果谁都没占到便宜。再来一个，明明旁边有不用排队的店，但大家还是宁愿排2个小时去打卡最火的那家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内卷，大家都想去最火的地方，结果谁都没轻松，排队体验反而更差。最后一个同事被要求做不属于自己岗位的工作，他直接拒绝，还说这不合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整顿职场，不是躺平，是主动站出来反对不合理的要求。再来一个，很多人觉得买东西没必要非买贵的牌子，够用就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躺平的延伸，也可以说是消费降级，不是不花钱，是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多花钱。再来一个岗位好几千人报考，比高考竞争还激烈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内卷，考公务员现在竞争特别激烈，分数线一年比一年高。太好了，这几个词你都掌握了。那我们回到开头，我朋友那个5岁就报3个班的女儿，现在你明白这是什么了吧？明白了，这就是内卷，家长们互相比，谁都不敢慢下来，孩子反而更累了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有躺平这个词出现，有人开始想要不要换一种活法。所以下次你在中国朋友嘴里听到太卷了，我躺平了，摆烂了，整顿职场，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状态了。说不定我们评论区也会变成一个比谁更卷或者比谁更躺的小型 battle。 好，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身边也有卷或者躺平的例子，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。我们下期再聊别的中国网络热词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再见。